深度复盘王一博的10年进阶路，哪有什么天降紫微星，不过是吃得苦中苦的厚积薄发。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，回望中国娱乐圈的更迭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略显残酷的现实：这个圈子从不缺昙花一现的流量艺人。有人凭借一部爆款作品一夜成名，随后便躺在功劳簿上止步不前；有人借着短暂的热度肆意消耗自身口碑，最终在资本和观众的双重抛弃下销声匿迹。然而，在这股浮躁的洪流中，王一博却像是一棵扎根极深的树，用10余年的默默深耕，一步步稳稳地在主持、唱跳、影视、赛车等多个领域扎下了根。近期前天天向上王牌导演的一段访谈意外刷屏热搜。面对镜头，导演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该他能红，他得红。”这短短10几个字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道尽了这位顶流一路走来不为人知的辛酸与坚守。它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大众认知的新维度，让我们终于读懂王一博今日的万丈光芒，从来没有半点侥幸，全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实打实的勋章。在当下的语境里，我们太容易把一个人的成功归结为运气好、资本捧或是长得帅，但真正的业内人士心里都有一杆秤。娱乐圈的聚光灯是最公平的，它或许会短暂的照亮一个空有皮囊的人，但绝无法长久的温暖一个没有内核的灵魂。王一博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所谓的天降紫微星，不过是无数个日夜的汗水凝结成的必然。运气只能决定你能飞多高，但吃苦和实力才能决定你能飞多远。回望当年天天向上、天天小兄弟的选拔时期，那是一场堪称惨烈的淘汰赛，70、80位怀揣明星梦的年轻人同台角逐，竞争残酷程度可想而知。在那个年纪，很多新人其实是抱着试一试，大不了就当积累经验的心态来参赛的。面对高强度的排练，有人敷衍了事；面对严苛的舞台标准，有人得过且过。但唯有王一博把吃苦当做了成长的必经之路，甚至是某种信仰。当旁人被动地接受着高强度的训练，抱怨连连时，他却心甘情愿地接纳所有的辛苦与枯燥。别人完成80%的舞蹈动作，觉得差不多就行了，便知足退场去休息，而他非要跟自己死磕，抠完每一个发力点，每一个眼神的细节，非要以100%甚至120%的标准去打磨那个开场舞台。彼时的他，在庞大的群像中镜头寥寥，常常一整期节目下来，出镜时间仅有寥寥数秒。换作常人，或许早就心生退意，或者开始在镜头前浮躁的抢戏，但他没有。他从没有敷衍懈怠过任何一次看似无关紧要的彩排，总是默默地在排练室的角落里反复练习。在他的逻辑里，只要站上那个舞台，哪怕只有3秒钟，那3秒钟也必须是完美的，必须把每一次登台都当成重中之重来对待。这段早期的经历，恰恰是最让我敬佩的地方。我们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但在通往将军的路上，绝大多数人死在了默默无闻的站岗放哨中。王一博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的钝感力和专注度。他不计较眼前的镜头多少，不计较暂时的得失，他只在乎自己今天的表现是否对得起专业2字。这种在无人问津时依然保持高标准的自律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天赋。他证明了，真正的热爱是不需要观众掌声来维持的。如果说吃苦耐劳是他的底色，那么远超同龄人的自律与自觉，则是他早早练就的核心壁垒。在综艺圈，资深主持人临场拿到台本，凭借多年的经验就能从容控场、抖机灵。但新人时期的王一博不拼天赋，他拼的是笨功夫。他总会提前向节目组索要稿件，熬夜研读、梳理内容逻辑，甚至标注好情绪起伏，只为抓住那来之不易的出镜机会，确保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，不仅体现在台本上，更体现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中。无论是在综艺录制现场，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商演活动中，片场里永远能看到早早候场的他。不需要助理催促，不需要工作人员反复提醒，守时准备就绪早已成为他雷打不动的日常习惯。在见惯了艺人迟到、耍大牌的导演组眼中，这份看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自律，恰恰是新人最难坚守的宝贵品质，也是他最终能够从70、80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筹码。每次看到关于他提前对台本、早早候场的细节，我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敬意。在这个差不多就行的时代，极致往往显得格格不入。很多人觉得自律很痛苦，但对于王一博而言，自律似乎是他获取安全感的方式。因为他深知，作为新人，自己没有任性的资本。他的自觉不仅是对工作的尊重，更是对所有与他合作的工作人员的尊重。
这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度，让他赢得了整个团队的信任，而信任在娱乐圈就是最宝贵的资源。常言道，爆红最考验人品。当巨大的名利如潮水般涌来，多少人迷失了自我，变得傲慢、膨胀。而王一博自始至终牢牢守住了自己的本心与教养。未成名时，他谦逊温和。在片场或录制现场，无论是遇见大导演、实习助理，还是默默无闻的保洁工作人员，他总会微微弯腰，点头问好，眼神里满是真诚。而当他跻身顶流，坐拥千万乃至上亿粉丝，站在名利场的顶端时，这份善意从未有过半分改变。他待人依旧平等谦和，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，没有颐指气使的做派。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对旧情的珍视。每年的跨年晚会或重要节点，无论行程多么忙碌，身体多么疲惫，都挡不住他奔赴天天向上就有的脚步。他会特意留出时间，和昔日的幕后工作人员、老同事们齐聚合影。多年的情谊岁岁延续，没有被名利冲淡分毫，也没有被时间的洪流冲刷殆尽。古人云：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在娱乐圈这个极度慕强、极度现实的名利场里，一个人红之后如何对待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小人物，最能看出他的底色。王一博的弯腰问好和岁岁相聚，不是作秀，而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教养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的今天离不开无数普通工作人员的托举。这种不忘本的感恩之心，是他身上最温暖的闪光点，也是他能够长久获得大众好感的根本原因。在娱乐圈，粉丝的赞美或许带有滤镜，但圈内一众前辈的认可，绝对是他实力与人品最好的佐证。真正的行家，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绣花枕头，谁是真金白银。著名导演程耳在拍摄《无名》时，曾毫不掩饰地欣赏王一博身上那种难得的质朴与谦逊。在浮躁的演艺圈，这种空杯心态是极其稀缺的。音乐制作人原本对他有所顾虑，担心习惯了偶像唱跳的他难以驾驭恢宏深沉的曲风。没想到王一博一进录音棚，便能迅速沉下心来，精准拿捏歌曲中的复杂情绪，短短1个半小时就顺利且高质量地完成了录制，让制作人刮目相看。而在影视领域，与王劲松、王传君、陈晓等一众实力派戏骨合作过后，这些对表演有着极高要求的前辈，也频频在公开场合夸赞他敬业、踏实、悟性高。王传君曾评价他有一种安静的力量，在片场不喧哗，但一开机就能把所有的能量爆发出来。为什么这些阅人无数的老戏骨、大导演会认可一个曾经的流量偶像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尊重表演这门手艺。在片场，他放下了所有的明星光环，把自己当成一个学徒。他愿意被骂，愿意重来，愿意为了一个镜头去体验、去观察。前辈们的夸赞不是客套，而是对一个年轻童星专业精神的最高礼赞。这证明了王一博已经成功跨越了偶像的标签，真正赢得了演员的尊严。纵观王一博的进阶之路，其脉络清晰的令人惊叹，每一步都走得稳扎稳打，没有丝毫的虚浮。他依托天天向上的国民级舞台，用多年的陪伴积攒了深厚的国民好感度，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。随后，他凭借在《创造101》中展现出的断层式专业舞蹈实力，成功破圈，证明了自己在唱跳领域的绝对统治力。紧接着，《陈情令》的爆火为他彻底打开了影视市场的大门，但他没有止步于此，而是用无感等极具个人态度的水舞台，定格了属于自己的唱跳名场面。而后，他毅然决然地跨界深耕影视，从无名中隐忍复杂的叶先生，到长空之王中热血成长的是非袁雷宇，再到热烈中执着追梦的街舞少年陈硕，他接连交出亮眼的答卷，用一个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撕掉了身上的固有标签。与此同时，他在赛车、音乐、人文探索等领域多点开花，接连拿下国家级大型活动的主题曲演唱资源。横跨多个领域，他不仅没有分散精力，反而实现了稳步进阶，构建起了他人难以复制的全能护城河。站在2026年回看这份履历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战略规划能力。很多流量艺人在爆红后，会选择疯狂接拍同质化的古偶剧来快速变现，但王一博选择了一条更难、更慢，但也更长远的路。他用电影大银幕来淬炼自己的演技，用国家级舞台来提升自己的格局。他的每一次跨界都不是盲目的试水，而是基于热爱的深度钻研。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强大的执行力，让他从一个被定义的偶像，蜕变成了一个能够定义自己人生的艺术家。正如王一博自己所言，一时的好运撑不起长久的走红，没有实打实的实力，在火爆的热度中会消散。这句话是他对自己过往10年的最好总结，也是对后来者的真诚告诫。从那个默默无闻、
在角落里默默擦汗的少年，到如今全能跨界的成熟艺人，他没有投机取巧，没有试图去走任何捷径。他靠着常年吃苦的沉淀，极致到近乎苛刻的自我约束，以及对舞台和镜头常怀的敬畏之心，硬生生地熬过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岁月世间所有的水到渠成，本质上都是厚积薄发。前天天向上导演那句他得红，绝非一句简单的场面话，而是业内人亲眼见证了他挥洒无数汗水后发自内心的由衷。肯定写到这里，我内心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力量。王一博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长期主义的现代寓言。在这个追求速成、渴望一夜暴富的时代，他用自己的10年光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：你流过的每一滴汗，熬过的每一个夜，抠过的每一个细节，时间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以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加倍补偿给你。往后长路漫漫，娱乐圈的浪潮依旧会翻滚不息。但我深信，凭借那份不改的本心与日益精进的实力，王一博还会继续在他所热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。而他留给这个行业的，不仅仅是一个顶流的神话，更是一份关于如何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的标准答案。